我平生不好斗，只好解斗。对于吕布的这句话，大多数人都觉得就是个笑话。然而我想说，真实的吕布确实是比较符合这句话的。对于吕布这个人，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看待。他确实杀老板、杀干爹、忘恩负义、反复无常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也是不能去洗白的。军人要有骨气。但我们也应该知道，吕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渣，他一生都没有屠城，当然他干过2次劫掠。吕布的军纪你要看跟谁比，跟刘备比那肯定算是差的，但是和汉末大多数诸侯比，那还算是凑合的。吕布作为诸侯统治地方期间，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横征暴敛、欺压百姓的记载。实话实说，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，吕布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统治者。综合吕布的种种表现，我们应该这样看待他：一方面，吕布确实很想往上爬，为此甚至不择手段，干了很多坏事。另一方面，吕布追求的并不是乱，而是治。也就是说，吕布虽然急功近利、不择手段，但他确实还是希望乱世可以终结，治世可以到来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说法，那可以看一件事情：汉献帝逃出长安后，下令让一个诸侯来接自己。你们知道这个时候汉献帝想到的人是谁吗？就是吕布。汉献帝认为，想要平定乱世、恢复和平，吕布是一个很不错的合作人选。也就是说，在汉献帝眼中，吕布也是一个追求治的人。为了追求治世，吕布也确实做出过自己的努力，他差一点就真的拯救了汉朝。故事要从董卓迁都长安开始说起。迁都长安后，董卓明白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统一天下了，他内心的雄心壮志消散得无影无踪，留在内心深处的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恐惧与绝望。他害怕关东诸侯杀过来干掉自己，也害怕汉朝的大臣们干掉自己。在恐惧与绝望的折磨之下，董卓不安全感膨胀到了极限，他变得越来越变态，越来越残暴。他在自己的封地盖了一个大屋堡，在里边存放了大量财物，又一口气囤了30年的粮食储备，打算就这样当宅男当到死。因为害怕被人杀掉，董卓决定用超越极限的残暴来吓住所有人。他故意邀请大臣们来参加一场宴会，在宴会上，董卓命人把数百名叛军押上来，先割掉他们的舌头，再斩断他们的手足，弄瞎他们的眼睛，最后再把他们扔进一口大锅里活活煮死。那些被残害后还没有扔进锅里的士兵在地上惨叫着乱爬，整个场景比恐怖片还要恐怖无数倍。参与宴会的大臣们吓得连筷子都拿不稳了，董卓却依旧跟没事人一样，吃吃喝喝，有说有笑。这一刻的董卓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怪物。然而这还不算完，为了制造恐惧，董卓没事就杀个人，他部下的将领只要说错一句话，立刻就会被处死。世家大族也被董卓找借口杀了一大批。为了进一步狙击财富，董卓废了5铢钱，另外发行了粗制滥造的小钱，又以掠夺民间财富导致物价飞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他还罗织罪名，大量处死富人，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。事到如今，董卓统治的地区已经成为了真实的人间地狱。董卓也明白自己这么搞只制造恐惧，是不足以保证安全的，所以他特意把吕布提拔为中郎将，让吕布来保护自己。然而就是这个安排最终葬送了董卓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貂蝉是一个虚构人物，所以历史上吕布当然不是为了貂蝉而杀了董卓。关于历史上吕布为什么要杀董卓，史书告诉我们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董卓因为越来越残暴变态，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有一次估计是吕布说错了什么话，惹到了董卓，董卓直接拿起了手戟，对着吕布就扔了过去，吕布差点要被扎死。第二件事，吕布这个人吧，有个特殊爱好，就是特别喜欢干日本某类电影里的一个情节，也就是俗称的 NTR。他当了诸侯以后，还经常对自己的部下干这事儿。这时候吕布还没部下，可是他又管不住自己的这个瘾啊，结果就跟董卓的一个侍女私通，把董卓给 NTR 了。史书的意思是，因为这2件事，吕布特别害怕董卓哪天会搞死自己，所以他最终就跟王允联合把董卓给搞死了。我觉得吧，吕布杀董卓应该确实有这2个因素在，但
但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我之前说的，吕布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他想要的是一个志士。然而董卓现在已经是一个魔鬼了，他能够带来的只有动乱，所以现在于公于私，吕布都有足够的动机去杀掉董卓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当王允劝说吕布杀掉董卓时，吕布还是犹豫了一下，对王允说，可他毕竟是我爹啊。王允说，哎呀，你姓吕又不是他的亲儿子，现在你自己生命都受到他的威胁，还管什么父子之情啊。吕布听后最终下定决心干掉了董卓。干掉董卓的过程很简单，吕布一边假装在董卓身边护卫，一边派老乡李肃带着10多个士兵埋伏起来，趁着董卓进攻时发动了突然袭击。董卓受伤后急忙大喊道，吕布你在哪儿？接下来令董卓感到彻骨绝望的一幕发生了，吕布正阴沉地看着他，随后掏出诏书大喊道，奉诏讨贼！绝望之下，董卓嘶声力竭地吼道，你这条庸狗怎么敢这样对我？这一刻吕布感到彻底释然了，哼，你终于说实话了，是你从来没真的把我当成过你的儿子，草根出身的我在你心中从来都只是一条狗。想罢，吕布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长矛，刺穿了董卓。一旁的士兵赶上来补刀，一代枭雄董卓就此丧命9千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董卓或许会在恍惚间看到曾经的自己，那个行侠仗义的少年，保卫边境的将军。也好，就这样结束吧，终于解脱了。董卓死了，王允成为了大汉帝国新的一把手。我们翻看历史，可以发现王允拿到的其实是一手非常好的牌，甚至可以说是王炸级别的开局。董卓麾下权力最大的5个将领分别是牛辅、董越、徐荣、段威、胡轸。董卓死后，徐荣、段威、胡轸全部都投降了，坚持抵抗的只有牛辅和董越。然而这2哥们居然还内讧了。牛辅因为信不过董越，在董越来找自己的时候，直接把他给剁了。剁了董越后，牛辅又害怕别人剁了自己，居然直接扔下部队跑了，结果半路上被自己的随从给杀了。就这样，王允连手都没动，就直接搞定了董卓麾下5大天王。我觉得用王炸都不足以形容王允的开局了吧。现在王允唯一需要处理的就是李傕、郭汜、贾诩这批失去了领导者，如同一旁散沙的终极军官。可以说王允接下来的处理都不需要漂亮，只要中规中矩就可以把局势牢牢控制在手中。这时候吕布对王允给出了他的建议：第一，立刻宣布赦免董卓余党；第二，把董卓积累的财宝全部拿出来分给城内的大臣和将领。吕布的这2个建议都是真真正正的远见卓识，事后的发展证明吕布判断的无比正确。如果王允听了吕布的，汉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很可能就此稳固，接下来就可以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来对付那群割据诸侯，这样一来汉朝复兴的机会就很大了。所以我说吕布这一次真的差一点儿就拯救了汉朝，他杀了董卓，又提出了足够正确的建议。遗憾的是，王允拒绝了吕布的建议。在王允眼里，吕布不过就是一个剑客，泥腿子一个，你懂个屁啊！面对王允的轻视，吕布只能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谁叫我是草根出身呢？接下来王允开始了他的表演。王允说，这些人并没有罪，只是听董卓的话。如果我们说他们是逆贼，然后再赦免他们，反而会让他们产生恐惧，这不是好的办法。这就是王允给出的处理办法，你听懂了吗？接下来王允又表示他想要解散凉州兵。就这样，王允不清不楚的表态和解散凉州兵的想法混在一起，迅速被传播开来。最后居然产生了一个王允要杀光凉州人的谣言，整个凉州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。最终在贾诩的劝说下，李傕、郭汜率领数千军队朝长安扑来。本来这时候局势还能控制，毕竟对方只有几千人嘛。然而接下来王允又做了一个神奇的操作，他派胡轸为主将，和徐荣一起去对付李傕。胡轸是个什么人？看过上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。总之，这是个要能力没能力，要人品没人品的人。结果到了战场上，作为主将的胡轸临阵叛变，遭到夹击的徐荣长叹一声，冲入阵中力战而死。这位曾经击败过曹操和孙坚的猛将就这样消散了。
取胜后，李傕、郭汜的军队更加壮大，攻到长安时已经有10多万人了。他们把长安团团包围了起来，走投无路的王允这才想起来吕布，他吕布带兵守城，然而事已至此，吕布也无力回天了，只能尽全力做最后的努力。吕布打开城门，要求和郭汜单挑。郭汜一看自己兵多，胆子就壮了起来，还真就上去跟吕布单挑，结果被吕布一矛刺中，差点丧命。取胜后，吕布回城坚守，挡住10多万大军整整8天。然而这时候，王允之前不让吕布赏赐城内将领的恶果显现了，城内部分军队叛变了，他们打开城门，把西凉军引了进来。吕布最终无奈战败，吕布逃走前依然不计前嫌，劝说王允和自己一起走。然而王允已经没脸跟吕布走了，在他的谋划下，汉朝得到了短暂的复兴，最终亲手掐灭了这一切的人也是他。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王允一定是极度痛苦的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王允为何会做出如此愚蠢的表态？真的是因为他没有脑子吗？那肯定不是。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王允确实是一个好人，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就饱读诗书，文武双全，19岁就敢不畏强权，处死为非作歹的宦官，由此得到了百姓们的深切爱戴。当官期间，王允始终保持着刚毅正直的品质，哪怕临死之前他也是如此。没有人可以装一辈子，王允确实是个好人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好并不纯粹，因为在他心中，名声才是第一位的。大学者蔡邕因为曾经受过董卓的恩惠，听到董卓死讯，不由得发出叹息。王允大怒，下令处死蔡邕。有人劝说王允，蔡邕是旷世奇才，而且还在写史书，你就饶了他吧。然而王允却冷冷地说道，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，导致他诽谤朝廷书籍流传后世。如果我放过蔡邕，不但对皇帝不好，还会让我们被他乱写一通，留下骂名。可见王允对名声的追求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。在王允的心中，能不能留给后世一个好名声是最重要的，至于国家大事反而还在其次。明白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看懂王允为何会做出那样奇怪的表态了。我们再看一遍王允的话，这些人并没有罪，只是听董卓的话。如果我们说他们是逆贼，然后再赦免他们，反而会让他们产生恐惧，这不是好的办法。一方面，王允强调董卓余党没有罪，想以此让他们安心，主动回家种地；另一方面，王允又担心自己赦免董卓余党会留下妥协的骂名，所以他又要强调自己不会赦免董卓余党。这就是王允做出这样荒唐表态的原因。对于名声近乎变态的追求，毁灭了王允，也毁灭了汉朝复兴的机会。当然，以上纯属个人看法，觉得有道理的朋友们就把1打在屏幕上吧，谢谢。那一天，逃出长安的吕布望着滚滚狼烟，发出了深深的叹息。他付出了全力，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。天下如此之大，又该往何处安身呢？唉。好了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下一期我们继续说吕布的故事，一起来看看作为诸侯的吕布都经历了哪些事情，我们又能从中获得哪些感悟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那拜拜啦。